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5号。北欧军事强国瑞典要采购远程导弹威慑俄罗斯，美国能卖给他吗？今天我们聊一期北欧军事自主的话题。在聊这话题之前呢，先看一下信息源头。据路透社昨天的报道，瑞典的国防部长和国防参谋长同时宣布，他们要采购2000公里射程的中程导弹，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和俄罗斯的莫斯科实现威慑平衡。大家都清楚，俄罗斯如果想打北欧5国15分钟它的帧数导弹就能飞到对方首都上空，而北欧5国目前都没有这个能力。而这5国里边军事强国那还得看瑞典，其他不行。瑞典提出这个计划，已经向政府提交了采购，接下来就要决定采购哪家的问题。昨天节目我讲过了，因为北约的共同防卫第5条款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就是昨天吧，又有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到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北约成员国吗？今天24小时过去了，有动作吗？没有。我相信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因为北约目前的主导者仍然是美国。美国怎么可能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对俄罗斯做出反应呢？正是因为欧洲的盟国看到了这一点，现在他们纷纷在寻求防务自主。那我们就分几个板块。假设乌克兰这次失利了，那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然后就是罗马尼亚。当然了，你再往北数就是和俄罗斯有1300公里边境线的芬兰，而芬兰、瑞典、挪威3个北欧国家是唇亡齿寒。既然说接下来第2轮他们要成为俄罗斯向西扩的目标之一，那他们一定要实现对等的能力。你能打到我的首都，但我没有，我必须要有。花钱不是问题，北欧国家相对比较富裕。那我们就来评估一下，这个钱如果花的话，是有可能买给谁？首选目标那就是美国。美国确实有2000公里射程的中程弹道导弹，也有巡航导弹，但问题是有2个难点，一个是它卖不卖。为什么这个北欧的3个国家一开始没选购很简单，它不需要。在以前的美国总统，包括拜登时期他们对北约盟国的承诺是坚如磐石。拜登数次都重申过，兄弟几个不要害怕，我能罩着你，俄罗斯不敢轻举妄动。确实俄罗斯没敢轻举妄动，但是老川第2次入主白宫以后这胆就肥了。普京已经数次把无人机飞到了北欧的3个国家上空，这几个国家的赫尔辛基奥斯陆包括斯德哥尔摩首都机场都因此停飞过，民航飞机都停了，生怕出事儿。那接下来就要考虑北欧5国里边，除了冰岛和丹麦这2个小国之外你还得指望瑞典，因为瑞典本身就是全球军事强国之一，也是世界军事出口大国。它自己有一个萨博集团，英式战斗机也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虽然说只有这个6000万美金一架，但是战斗力是不输 F-16，它的性能包括电子战雷达方面是超越了 F-16的早期版本的。当然了，现在离这个 F-16V 还有点距离，但问题是已经有将近10个国家采购了英式战斗机，战绩还不错。所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个军事基础的积淀瑞典是北欧5国中的大哥。它除了战斗机之外，它还生产潜艇、大炮、导弹，
全活。正是因为如此呢，大家就要考虑，美国有两个问题，目前在川普时期啊，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是他卖不卖的问题。那川普肯定就问你，瑞典你买这2000公里的导弹，你要对付谁？很明显啊，北欧国家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俄罗斯，它完全可以覆盖在这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那川普大概率会不卖，你交了钱我也不给你。那第二个问题更要命，即使他买了，他也给你交货了，但是他要限制你的使用区域，比方说不允许打到俄罗斯，那你买它干嘛呢？一分钱都不需要花呀。再就是，即使他放开了，你使用过程中他远程要是万一给你锁死呢，或者通过信号干扰不允许你打俄罗斯呢，在川普时期这是完全可以干得出来的。他曾经断了乌克兰的星链吧，包括上一周还要扬言断了情报系统和这个武器供给吧。正是因为川普的这种不可预测性，所以说瑞典可能会转而向第二个目标，那就是欧洲自主研发。欧洲在2023年的时候，有6国已经发起了一个远程导弹计划。这发起国是英法德意4个领头的，再加上波兰和这个瑞典，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一起研发3000公里射程的远程导弹。目前大家一起凑钱嘛，凑完钱研发，我相信1-2年它就能够研发出来。因为本身这种技术呢，英国、法国它就有这个技术，只是不能用它自己的导弹，要盖上一个新的壳子，叫欧洲联合导弹计划。这个导弹也许就是瑞典要配备的。那谁得利呢？欧洲5国它就是北欧的5国，它都会得利的。真正的能打的倒不一定是瑞典，瑞典强在军工，真正能打的是芬兰。比方说在一战的时候，包括这个苏芬战争时期6万的伤亡换来的27万的伤亡，以少胜多。原因就是芬兰呢，它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现在也是强制兵役制。虽然说500多万人真正能打的超过100-200万，而在战场上，虽然说战略上他失利了，但是在数次的战斗中他都获得了胜利。瑞典人不一定能打仗，但是芬兰人他人人都能打仗，因为他们经过义务兵役制的熏陶。所以北欧的国家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能光指望北约的这个第5条款了，因为芬兰和瑞典，一个是2023年，一个是2024年，他们刚刚加入北约，有的还不到2年呢。最后发现这第5条款形同虚设呀，你老川一上来，他无法保护我们，那我们最终花钱还得要自主。所以欧洲的导弹，你总不能在后门给我锁死吧？你总不能说不卖给我吧？归根结底，欧洲要看清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2战后的世界了，美国也不是1945年的那个美国。那看明白了就应该行动。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观点今天讲到的5件要闻，其中有一个无论左中右，他们眼中都认可的美国英雄爱国者居然最近遭受到了调查。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大卫金青局和大卫观点这2个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欢迎你打开小铃铛。明天咱们第一时间再会。